俄罗斯现在是在锆石这种导弹啊，就是连续的试射和这个齐射的试验以后，将要尽快的装备部队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俄罗斯把它的锆石导弹不但频繁地进行这种试射，而且呢还进行了这种齐射。那有人问，就是首先它连续的试射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齐射又有什么难度？我们说呢，锆石导弹呢是俄罗斯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主要的呢是从舰艇上和潜艇上来发射这种导弹，主要是对对方的，比如说航母啊，或者大型的水面舰艇啊，甚至是陆地上的目标都可以进行攻击。那既然如此，它频繁的试射是什么呢？因为它现在要尽快的，比如说在2022年初啊，尽快的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这种装备。那么一旦装备之后呢，它就可以弥补和北约的这种军力上的平衡。因为我们讲北约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俄罗斯呢，它只是一个国家，所以你要从航空母舰上讲，光美国一个国家的航空母舰就11艘，就有这个核动力的都是10万吨级的，而你还有英国呢、法国呢，对吧？这都有航空母舰啊。那你作为一个军事集团跟它去抗衡，那怎么能行呢？所以你就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武器装备。所以锆石就是，那锆石呢，它打出去，按俄罗斯的说法是9倍的音速，但是我认为呢，它可能只有6到8倍的音速，因为这个导弹发射出去，它不是马上就能达到一个高超音速啊。高超音速指的是5倍以上音速，它逐步加速度，然后可能到最末端的时候，速度可能更快。那么有了这样的武器之后呢，那无论它从水面舰艇发射还是潜艇发射，那这个北约的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英国，你都很难防范，甚至说就无法防范，因为给你的时间太短了。像人家一发射之后5倍的音速，所以这个是防不住的。那俄罗斯连续的试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款导弹你要装配给部队啊，它要达到这个指标，你不能说发射几枚这个成功了就行了，你得起码有个10枚或者20枚啊，经过多次的试验都是合格的，才能装配部队，才能批量生产。所以它要频繁的试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齐射有什么的难处呢？人家这个能打一个，还不能打俩吗？你想想，如果在一艘舰艇上啊，你打出去一发，那基本上呢，射程啊最远大约是1000多公里。那往往呢，并不是这枚导弹打出去就完事儿了，而是在中继，也就是在中间。实际上，它有的时候会有直升机或者卫星或者其他的飞机给它就是中间的制导，也就是说，惯性我先朝着这个大致的比如说150度方位150度这个方向，然后高度比如说是10002000或者是低空这个更低的高度都可以调整飞出去。那它这个在飞到一定程度就接近目标的时候，你要给它指示目标当然它也可能有主动的就是自主的寻目标的，但是要有一个中继。难就难在中继上，因为你比如说你齐射2枚打出去之后，如果是打2个不同方向的目标呢，对吧？那一左一右怎么办？那你说一个舰艇上一般通常搭载1架直升机，只能给它一个这个导弹来制导，那其他的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齐射的这个之后如果打不同的目标，这个给不同的导弹就是分别的指引目标、引导目标，这个是比较难做到的事情就是难度在这里。如果说它都是为了打同一个目标，比如说我就瞄着那个航母，我连着打了几发这个导弹，那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航母它要防御是基本上没有办法了。因为你即使是瞄着一发来打的话就密集阵形成一个弹墙，但是呢，你其他接二连三的又打来了，你能防得住吗？所以防不住。所以我觉得呢，俄罗斯现在频繁的试射，还有就是进行这种齐射，主要是要尽快的装备部队，然后呢，就是要和北约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筹码，因为你的虽然海军力量强，但是我有打破你这种防御能力的导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优势。当然
这个俄罗斯的还有一位技术方面的官员啊，他也说，他说我们可能下一步还要研究可回收的。大家就觉得这个导弹打出去怎么还可以回收呢？这是什么个意思啊？其实啊，它这个锆石导弹呢，有舰艇发射的，就是水面舰艇，比如说巡洋舰，比如说驱逐舰，这都可以发射，对吧？那潜艇发射跟它不一样，潜艇发射首先呢，它是在水下的。那你如果把这个导弹在水下点火的话，那它要经过这个海水的时候，那肯定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水火不兼容嘛，那怎么办？通常呢是把这个导弹呢放在一个咱们讲铁壳或者是罩子里边吧啊，你要把这个就是包着，这锆石导弹整个的这个导弹呢要给它推出去，当然你得要密闭着，那也就是说用高压气体，通常的是啊，把它给推出去。当它推出水面之后啊，因为这铁壳罩着它们，海水进不来嘛，然后呢，这个由于它推出这个水面了，然后它的膨胀螺栓可以爆炸，爆炸之后呢，那这样就可以使里边的导弹啊，就是接触到空气了啊，它不接触海水了嘛，点火，然后呢升空。那么我想它所收集的或者这个重复使用的，主要是指潜艇从鱼雷发射管或者垂直发射系统啊排出去的啊，这第一级的这个助推火箭，或者说第一级的这些装备。它因为就离潜艇不远嘛，那可以想办法把它回收回来，下次再加以利用。你真正的助推器点了火，一直不断的往远处飞，你还想让它就是再回收回来，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但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现在是在锆石这种导弹啊，就是连续的试射和这个齐射的试验以后，将要尽快的装备部队了，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和北约和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形成一个相对的平衡，形成自己的筹码，并且呢，在未来的就是无论是这个谈判桌上的谈判可以作为筹码，同时呢，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杀手锏似的这样武器装备来使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